在职场、生活及家庭中，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困难与挑战。酸、甜、苦、辣是生命中的调味剂。生活职场酱一下，带你走进不同领域职场人的生命故事，复刻出回忆里那道难忘酱汁味道与料理。欢迎收看《生活职场酱一下》，让我教你心目中的那道酱吧。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杨君文杨大哥。杨大哥好，你好，杨大哥。中年转职的 Uber 司机杨君文，坚果酱是他给家人的健康美味。当车子发动时，就是杨君文上班打卡的时间。杨君文的双手紧握着方向盘，眼睛专注看向前方，就怕意外突然来访。但同样一双专注的眼神，在8年前紧盯的是内外场状况，关心的是餐厅的业绩报表。最大的压力就是那个手机是24小时要待命的，不管餐厅里面发生什么事都是你的事啊。所以有时候休假的时候手机响，自己会觉得很不快乐。明明休假就是要休息的时候，可是都还是要处理公司的事情。曾经是一名管理50几人的餐厅店长，变成每天只管理自己的老板。杨君文的中年转职是一条心甘情愿的转折路。我可能周薪就在5000到1万之间而已，我就是已经是专职照顾小孩了，就已经是最坏的状况，就是我老婆的薪水就是要养全家嘛。转职成为家庭主夫，杨君文心里不是没有挣扎过，却有个让他甘心付出所有的原因。慢慢走就可以了。那你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是上什么课？他是杨君文第3个小孩，海昂，8年前咕咕坠地，却被诊断出小胖威力症。杨君文不得不在职场与家庭中做出选择。因为前2个是自然产，我都有在旁边看，所以他第3个出来，他就跟前面不一样。比如说那个哭声，只像那个小猫小狗这样小小声的，我就知道不太对。而且接生的医生一把他接生出来，就直接送加护病房了。那我当然也知道一定有状况啊。尽管儿子罹患的是罕病，但是对于孩子成长的每一步，杨君文紧紧守护。我要更高。你要更高。对杨君文而言，这不是牺牲，而是责任。放弃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家庭反而成为杨君文一生的志业。这还得感谢神队友妻子翁丽淑的支持。他那时候也有透露说，他偶尔出去，白天出去带着小孩出去，他也会心里面觉得，哎，别人都怎么看我啊？对，他也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感觉吃软饭，或者是好像很没有用，就是他会自己有一点紧箍咒。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男性这种阳刚文化的这种包袱。曾经是素食餐厅的店长，杨君文对厨艺却是一窍不通。为了家人，杨君文翻食谱、拿锅铲，就是要家人吃下肚的每一口食物都是美味健康。金沙豆腐，他做的就是很到位。自己煮可能这些调味料你都看得见啊，你也知道你加了什么，会比较健康啊。有了家庭之后就不能那么随性，都是在外面吃。因为儿子的一句话，爸爸好好吃哦，杨君文用尽洪荒之力，就是想100%重现这道海鲜坚果粥。好，我们今天要做这一道呢，海鲜坚果粥，它的灵魂呢就是那个坚果酱嘛。你其实到超市去，或者是便利商店面，你就是买这一种的，无调味的坚果啊，没有加一些什么蒜粉啊、洋葱粉。其实你知道坚果有非常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预防一些心血管疾病啊。还有一些抗氧化的功能。如果你受潮了、放久了，没有那个坚果的香味的话，要怎么办？我们现在把它放在烤箱里面，好不好？
烤出它的油脂，烤出它的脆度，烤出来的坚果之后，你闻闻看，香味更不一样了。对，整个那个坚果的香味就已经出来了。好，那我现在呢，就来教你打这个坚果酱。家里面呢，你可以用一些调理机啊、调理料，只要马力够了，其实都 OK。我们要用顺打的方式把它打到油脂出来，再在旁边给它刮一下。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它已经变成粉了？所以都是不用加水的，不用加水。好，我们呢现在呢把这坚果酱打了大概5分钟之后呢，就完成了。你看那种粘稠感，来你试一下这个味道。好啊，因为它没有调味，所以它各种坚果的香味都有出来，而且呢也可以做一些抹酱。对，可以加一些什么水果，加优格，加任何的东西，都变成很好吃的。直接抹吐司也不错。其实你把它打起来之后啊，你可以放在一个小瓶的那种真空罐啊，你就可以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这一道呢海鲜坚果粥。所以呢，我们在锅子里部分呢，放一点点香油，点一下就好。先炒这个蒜头，把蒜头呢，先把它炒香，记得油温不要太高。放进去之后呢，开始起泡之后，就要放一点点什么？放香菇，干香菇把它放上去，然后在锅子里面呢稍微停留一下，它会迅速的吸一点点那个油脂的味道。接下来呢，再把这香米的部分放进去，炒到什么程度呢？炒到不要让蒜头黑掉为止。好，我们要放的是胡椒。胡椒炒香呢，比你放下去那个粥里面去煮呢还要来得香。我们现在关起火源呢，利用锅子的余温把这个蒜末的部分再放进去。所以呢，我们再就给它炒一下。我们等一下呢，开始要把它倒进去粥里面呢，慢慢去熬煮哦。这一锅粥呢，其实我们都做一些比较天然的高汤，所以呢，我们就用鸡的骨架呢跟这米饭呢一起熬煮。你看我们现在把它熬成这样子。整锅的那种浓稠感是有的，就开始关小火，关最小火，慢慢去熬煮。接下来我们刚才炒这个香料呢，来我们把它倒进去，先把这个香味呢给它提出来，让它在锅子里面呢稍微停留一下，去把它搅拌，整个香味呢是非常非常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开始放配料了。首先呢，我们要放丸子，好，我把它放进去之后呢，那一样让它搅拌一下。现在这个状况是非常容易烧焦，所以呢，我们在煮的时候特别注意。我们就把鱿鱼放下去，把它放下去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虾子的部分呢，把它一样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我们开始呢，开启火源稍微大一点点。接下来呢，盐巴的部分呢，佐料像我们这一锅的话，大概1瓢、2瓢。3瓢，但3瓢都是很少。对，那刚刚呢，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点点芝麻油放进去点一下？那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点灵魂了。我们现在把这个坚果酱多呢，大概2瓢下去。我现在边煮边滚的时候，你一定要用这个搅拌匙或是炒匙，都要搅拌一下，不要让它扒底。看虾子熟了、红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关起来。接下来呢，画龙点睛的东西呢又要来了。这个东西呢就是芹菜，让芹菜整个香味呢是融入到整个粥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要把它点在上面呢，看起来绿绿的。这一锅粥呢，色香味，味道更棒。杨大哥，我们煮好，来试一下口感。我们煮出来就是，如果水太少就变炖饭，如果太稀的话就变稀饭。对，它就像这样刚刚好。这样其实吃起来口感很棒吧？因为我们把这个坚果酱加进去之后呢，整个粥的那个香味、柔滑感，还有包括它跟海鲜还有那种米饭的搭配的味道，整个是提升。其实我知道你现在是Uber司机，对，更早以前呢，你有做过连锁素食店的店长。对。你突然没有去工作，好像会少了一点成就感，然后还要伸手跟老婆要钱可是另一方面就让我好像有体会到原来在家带小孩的家庭主妇也是很辛苦的呢。对，通常男生很少可以体会到。你会不会觉得说在家里陪小孩那种感觉，跟你以前
在职场上，可能你都在忙于工作，那种感觉还要来得好。我陪伴小孩的时间就比上班族会多出很多嘛。我女儿也会说，她觉得她很幸福，对，因为父亲可以每天都接送她，然后在家煮饭给她吃，同学都只能吃安亲班的便当，吃便当啊，或吃外食这样子，然后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你还会想要当家庭主妇吗？我会啦，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呢，我就等于好像过了2次童年，自己以前小时候的童年，跟他现在的童年，我以前的童年没有这么多的丰富性，所以你们是一起成长。好，那我们谢谢我们的职场来宾杨大哥，谢谢。我也很荣幸。其实做坚果酱呢，有3大步骤、3大要点，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个要挑选的这个坚果呢，一定是没有任何调味的。第二个呢，坚果酱要做得好吃的话，一定要进烤箱先烤过。第3点呢，就是我们酱料保存的方式呢，放在冰箱里面，其实可以保持个2个月都没有问题的。所以这3点呢，大家一定要记起来。